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日本正在考虑使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。近些年来解放军的无人机不断地出现在东海上空执行巡逻任务。当这些无人机飞行到钓鱼岛附近空域的时候，日本航空自卫队往往要出动 F-15战斗机来跟踪拦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是不堪重负了。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役的主力战斗机的寿命问题已经很严重了。F-15J 战斗机是1981年开始服役的，当时面对着苏联和中国两个对手，优先得到了美国最先进的 F-15系列的重型战斗机。经过40多年的服役这些战斗机虽然在技术水平上已经严重的落后，但是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完好率。迄今为止，一共只摔了3架，这也反映了日本空自比较高的训练水平和地面维护保养水平。但是不管怎么说 ，F-15J 已经接近寿命末期了，飞一个架次就少一个架次而且用的越久，需要的维护保养的成本也就越高。过去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因为飞机作战半径的限制，一般不深入东海上空活动。但是随着装备的改善，特别是第3代战斗机和远程海上巡逻机、预警机、电子侦察飞机的服役，解放军在东海上空警巡的能力越来越强，活动自然也就越来越频繁了。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刚刚宣布的时候，日方是很不习惯，只要有解放军的飞机出现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一定就会起飞 F-15 进行近距离的观察、伴飞和拦截。解放军作战单位多，主战飞机逐渐的都是新装备了，各个部队轮番上阵，轮战锻炼，有足够的力量同日本拼消耗。而日本航空自卫队早就苦不堪言了。后来当中方的各种无人机出现在东海上空之后，对日本航空自卫队来说问题就更严重了。无人机上没有飞行员，既不怕坠机，也不会对日本人的喊话做出什么反应，只会按照既定的航线完成自己的巡逻任务。日本空自对中国的无人机是无可奈何，赶又赶不走，打又不敢打。万一离得太近，发生了碰撞事故，中方只是损失了一台机器而已，而日方很可能就要损失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了。所以日方把中国无人机的巡逻称为消耗战术。如果不想办法，迟早会把 F-15的寿命耗光。所以日方认为，今后应该考虑用无人机拦截无人机了。日经新闻报道说，派遣有人驾驶战斗机拦截空中目标的成本是同类无人机拦截任务的40倍。虽然日本在讨论升级改造 F-15J 的计划，但耗资巨大。日本政府债务目前占 GDP 的比例达到 266%， 是全球最高的。F-15的升级计划恐怕也不会那么很容易的实现。用无人机来拦截无人机听起来很合理，但是日本没有无人机的工业基础，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。日本对美国完全托付早就让日本栽过大跟头。9年前，日本投资613亿日元，大概是31亿人民币，打算从美国引进3架全球鹰无人机，加上后来的维护费用，总计花费是2591亿日元，大概是131亿人民币。但是美国不但1架飞机都没有给日本，还在2021年通知，因为这些机型已经陈旧，没法和中国对抗，所以不给了。日本议员在国会公开质询防卫省，防卫省的官员老老实实的承认了，议员们也没招。就算日本不在乎这笔钱，但是这9年的时间日本算是结结实实的损失掉了。从现在开始搞无人机，为时已晚。不但如此，能够用于空中对抗的无人机，目前中国和美国都没搞出来呢。虽然美国空军提出了中程僚机计划，并且推出了样机，中国也在珠海航展上推出了飞鸿97无人机，但是这2种高性能无人机的主要用途是代替有人驾驶飞机进入高风险的空域，向敌方的地面目标投掷弹药，或者是进行侦察监视。目前还无法实现空战格斗、空中拦截这一类的复杂动作。连这2个无人机强国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日本哪里做得到呢？
其实美国对日本航空工业发展的限制并不是很严。在日本试图发展国产大飞机、先进战斗机的时候，美国虽然不会积极主动的去支持，但也没有强行的遏制打压。如果美国人决心打压，日本连立项的机会都没有。真正的问题是日本政府对航空工业战略认识不清，投入不坚决，组织涣散，试图让企业来承担主要的责任，政府能省钱就省钱。事实证明，这种投机取巧的指导思想是打造不出强大的航空工业的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。